工程师做踹门，只要挂2公吨的反辐射飞弹，把雷达打瞎就可以了。踹门完毕之后，逆中战机歼20出来的所有的制空通通交给他，让对方的战斗机会抓不到逆中战机，逆中战机抓得到他。那真正的打击的歼16，那可以挂鹰击6两、鹰击83，专门做对海打击。因为讲到了第一岛链，你从这几个海峡，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都可以来实施海域上的扫荡。所以我们看踹门掌握空优，然后对地或者对海打击，这个刚好就变成3位一体。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赶快来看到在中日的这一场政治外交上面的冲突，现在竟然是整体已经扩大到延烧到整个第一岛链去了。那么我们今天会来关心到的是火线话题，等一下会来看到的是百艘共军的舰队已经悄悄的压境在第一岛链了。北京还是零宣传，沉默大军整体逼近在西太平洋地区。美日台现在全面紧绷哦，太平洋版的古巴危机难道会正式的此刻要引爆了吗？今天都会一起做关注。好，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带观众朋友先来关心到的是，来自于这个百艘解放军的军舰，现在可以说已经整体压境在第一岛链了。等一下，厉将军会带我们来看，包括北京，我们现在要来了解它到底在下什么猛棋，而且媒体在中国大陆的媒体方面是完全沉默，没有做任何相关的报道的，非常的神秘。等一下来做关心。解放军这一次出动，包括了它的空中有3剑客，还有海上的神盾舰052D， 打造第一岛链外海最强沙阵吗？最后来看到的是，难道太平洋的版的古巴危机会重演吗？美国在这个时候会做出怎么样的抉择？赶快来看到这是最新消息，12月4号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刚刚讲了，大陆的媒体是没有报道的，所以我们看到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就是中国大陆在本周在第一岛链已经部署了超过100艘的海军舰艇，还包括了在海警船都有，一路是从黄海的南部一直到东海、南海，都可以看到各种的武器深入在整个西太平洋地区。90艘目前仍在西太平洋这边很活跃的做活动，执行针对外国船只的模拟攻击演练以及操演区域拒止等等的行动。台湾国安局长蔡明彦同步证实，确实共军在西太平洋有4支的海军编队正在活动。路透社也特别指出了，部分共机的舰艇跟战机都已经开始对外国船只进行刚刚讲的这个模拟攻击以及拒止的行动，目的都是要来阻绝美军的增援，要来封死第一岛链。赶快来看到下一张图，等一下会请厉将军带我们特别来关心第一岛链的要冲。我们今天会从北到南，一直看到几个重要的地点，不管是从大隅海峡到这个普格拉海峡，一直到这个宫古跟巴士海峡，都可以看到解放军的武器。如果解放军真的有眼转战，会如何来做进攻？这个有关于战情，我们请厉将军来带我们看。思敏给我的作战任务由眼转战是指挥官受命后，第一件事情要做任务分析。任务分析第一件事情要确认指挥官的作战任务，还有我军要如何部署跟行动。作战任务第一个分析就是这个要决定自己的有几个任务，哪个是主要任务，哪个是次要任务。好，这是第一个我们做任务分析要知道的。那各位可以判断，好，如果这时候这个台湾有事，然后就是日本有事，那现在如果说你是战场指挥官的话，你会你的任务优先目标是日本还是台湾？我想大家显而易见，应该就是以台湾为主要任务。哦，这个是次要任务。第二个来讲，我们在讲兵力运用方面，一定要讲究集中与节约。哈，在集中方面要打击，在节约方面，哈，尽量用拘束。哈，那如果说日本跟台湾哪边来讲，我集中兵力的地方，现在如果说是这个我是东部战区指挥官来讲的话，有上百艘战舰受我指挥，这种状况下，我一定集中兵力来打台湾。好，那日本方面来讲的话，我就节约兵力，我不用很多的兵力。那第三个，我们讲拘束与打击，哈，将次要的方向，你一定要拘束住，让日本动不了，好，让日本不敢动。这个时候，让他没有办法来支援台湾的作战，这时候我才能够用全力打台湾。基于以上几个原则，我们来做我们的兵力部署跟判断。好，
当然，这个解放军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大隅海峡跟马毛岛在这个地方，用少部分的舰艇，还有用它的导弹来对它做威胁，然后让日军在这个地方不敢轻举妄动。还有一个地方不要忘了，就是北边有一个大毛俄罗斯俄罗斯如果这个时候可以跟中国在军事同盟来讲的话，对日本的北方，我们现在看到包括白令海峡啊这些地方来讲的话，甚至于这个北海道这边，如果俄罗斯在北边有所动作那甚至于朝鲜那边有所动作来讲的话，我相信日本会被拘束在这个地方。这时候高市早苗或这个他们的这个小泉我相信这时候一定不敢轻举妄动。那第二个来讲的话，我认为会用的地方就是这个以这个他的舰队一定会出这个宫古海峡宫古海峡，在趁着你不敢动的状况之下，我舰队立刻出宫古海峡。这个舰队极可能是我认为是山东跟辽宁双航母的舰队，然后在这个地方这个担任这个主援的任务，阻止美军就是反介入跟区域拒止。那大家还会问，那福建舰到哪里去了？我认为福建舰可能是到南海这边，是南海这边，因为美军也有可能从南海这边上来，所以我在这两个门我都关起来了这南北这个东边这个门跟南边这个门我关起来，北边这边我用一部分兵力拘束住日本，让日军不敢轻举妄动。这时候我就可以集中我的全力因为这边海峡只有200公里宽，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我的是075在075我几艘075在西边海域，076部署在这个地方，因为它有电磁弹射的无人机，可以担任制空作战，也可以登陆作战放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牵制到与那国岛。它虽然说与那国岛部署了防空导弹，但是我相信，如果说以076的舰载机就无人舰载机攻击21来讲的话，要这个歼灭与那国岛的这种空导弹对空导弹，我想是这个轻而易举的事情。076部署在这边，075分别部署在台湾的北、中、南，置重点在北，置重点在北。南部这边也是一样，让南部的兵力不敢轻易向北转移运用。在这种状况下，我想说上百艘军舰，我如果说将台湾武统台湾，将台湾拿下来之后，各位想想看，日本这时候还没有作战意义，就没有太大作战意义的。我相信高市早苗这时候也不会在这边这个在讲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那紧接着后续就是外交上的动作。所以我认为，如果说是按照这个军事上面4位理则来讲的话，不管是主从任务主要任务、次要任务，然后这边是主要打击这边是次要打击拘束的方向这边是拒止方向。这样我们台湾来讲，要思考我们怎么样在这种状况下能够获得美军的资源，能够获得日军的资源。我认为日军顶多大概能够提供给我们台湾的大概2种方式，一种是情报方面的资源大概可以情报方面。可是第二个来讲的话，它可能在潜舰方面会有所的协助，因为潜舰来讲，毕竟不是水面的战艇嘛，而且你不太容易判断是哪一个国家的这个潜舰。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如果说它潜舰这个要到这边来的话，同样如果解放军在这边这个如果这边有076来讲的话这边有这个它这个航空母舰上面都有相关的反潜机那双方来讲，未来在这个地方极可能不管是水面或者是水下都可能爆发主要的战场会在这边发生。但是关键还是在主要作战还是台湾的登陆作战这是关键是所在。然后怎么样让登陆部队可以持续不断获得资源？我觉得解放军在这方面也做了很多的这种功课，包括他这个做了那种登陆的接驳船，一艘接一艘的那种接驳滩岸的接驳船或者是说它的滚装货轮都是登陆的持续战力。所以在这种状况下，我认为说是日本如果说是要来协助台湾作战，确实是有它的困难，因为这个地方毕竟隔了这么多个马毛岛、奄美大岛。那如果说这个055大区的舰队又在这个地方对它形成威胁，切断它大家看到很明显的切断它的兵力。我觉得我们台湾来讲，还是要思考怎么样在没有外援之下独立作战。
好，谢谢厉将军。现在刚刚将军带我们看到的是整体解放军，如果真的发生所谓的武统，那可能的作战想定。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这一次的大回的动作，其实包括了海空都有非常多的武器。我们今天也要特别来盘点，总共是海空出动了哪一些武器？来自于路透社的最新报道。同时，央视干脆也直接点名了，包括在空中有出动3款武器，大家叫它3剑客，攻击11、歼20跟它的歼16。那么在海上同样呢，则是出动了中华神盾哦。这一款是这个052D， 那么它是新改2款的052DM， 在今年呢，至少我们已经看到它成军了5艘以上。比较不一样的事情是，它改良之后有哪一些比较改进的武器的部分呢？就是它换装了 X 波段，可以快反雷达，提高对于低慢小的目标跟逆中目标的一种探测能力。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请张将军来从军事也帮我们做解析，解放军最新的刚刚提到的空中的3剑客加052DN 的这个神盾舰战力组合又有多狠？那我们先来看那个空中3剑客，包含攻击11、歼20跟歼16，它各有各的任务，各有各的任务呢，要针对任务的特性、目标物的特性来做机种的搭配。那攻击11做什么？攻击11做踹门，歼20呢负责制空空优，因为它逆中战机负责空优交给他。这个歼16负责对地或对海打击攻击。那我们看，那攻击11它的这个作战航程它4000公里，所以它算是个有空用型也有海用型。海用型它可以在航空母舰上起飞，海用型嘛，所以它是2种都可以。然后呢，它只要装什么呢？装来上面飞机上只要挂2公吨的反辐射飞弹，把雷达打瞎就可以了，踹门嘛。踹门完毕之后，逆中战机歼20出来的时候，所有的制空通通交给他，让对方的战斗机或什么会抓不到逆中战机，逆中战机抓得到它，上面挂的这个长距离的或短距离的空对空飞弹。那真正的打击的歼16，那歼16它有12个挂载，最大的满载是12公吨。你要打个折，你打仗的时候不会说12公吨挂得满满的，大概挂个8公吨差不多了。那可以挂鹰击6两、鹰击83，我就看它要针对任务性质啦。鹰击6或者鹰击83的性质，专门做对海打击。因为什么？因为讲到了第一岛链，你从这几个海峡，宫古海峡或巴士海峡，或者是那个中国海峡。这个军青海峡，它这个都可以出来啊！可以出来的时候，这个在东海还有巴士海峡都可以来实施这个海域上的扫荡。那这个交给谁？就歼16嘛。所以我们看踹门，掌握空优，然后对地或者对海打击，这个刚好就变成3位一体。一种机型，你让它包山包海，又要对空，又要对海，又要对地，又要去踹门，这种任务你通通交给他，反而贝多利分。你都不专精，你又要对空，你又要去对海，你都不专精。这个我们把分工分得很清楚，让这些真正执行任务的歼16专心去对舰，空对舰的飞弹就下去，83鹰击8或者鹰击62下去，把这个军舰给它击沉，它专进行。那这样的话，功能是发挥到最多。那我们现在看到海军，看到动5两 DM 就是现代化了，中华神盾7000公吨。7000吨级的，最重要它改良在哪里？以前呢，它的这个搜索雷达是 C 波段跟 S 波段，那它现在加了一个 X 波段，X 波段是强迫雷达。那强迫雷达看得远，因为我们知道最主要海上你要怎么克服？因为它有个曲度，那曲度一远的地方你看不到，因为它是地球，你这个雷达波，雷达波是它不会转弯的，雷达波是直射的，你地球曲度那远的地方，它直接过去，它在下面。你根本没办法发现目标，那这个就重要了。我要换 X 波段，强波雷达要出来了。它这个强波雷达的型号是364型，那364型专门抓低空目标。我们知道有时候低空目标，尤其是反舰飞弹，这个空对舰飞弹或舰对飞弹过来了，那这个时候我要去在第一时间先发现有飞弹来袭，然后我这个时间预备到准备去摧毁它。那动5两的它重在防空，不跟动54不一样，因为这个军舰也是一样，不是说包山包海样样都行，它重在防空。所以你注意看，中共一个我们作战集群出去的时候，有动5两，有动5 4，然后来搭配大家来护卫动5 5，是这个样。
它这个总共是64个垂发，前面32，后面32。那针对任务性质，我认为它装的这个舰对空的飞弹多。我们讲打这种大型的这无人机 UAV 可以打这个我们讲的飞机，我们叫做防空，这个火力没问题。就这样，它上面挂的是红旗 9B 跟红旗 9C， 都是比较现代的。那你这个海红旗 9B 跟红旗，它不用海红旗 9A 了，淘汰。那这海红旗 9B 跟海红旗 9C 都打200公里。那这样的话，先发现目标，反正交给 S-band， 然后这个海红旗 9C 开始对目标做掌握，发射出去。不管是大型的 UAV 也好，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战斗机或者歼击攻击机，那这都会在它的这个火力涵盖范围之内。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话，还有一个最好的搭配，只是这里面没有写，就是空警500或空警600，这你要搭配。为什么？它可以在整个战场对空搜索还有对海搜索，通通交给空警500，或者是空警600。看是什么性质，是海军用的600呢，还是空军用的500？把整个空域交换就，然后经过链路 link 在一起，把这相关的讯号在第一时间收集给动5两 DM， 这样来搭配，或者是将来的时候，这个空警500或空警600，将收集的信号跟它攻击的目标，这个下发给歼20或下发给真正出作战任务的歼16，那这样子去打海上的目标。这个以后就是说变成战场管理，然后大家都有共同作战图像，由作战图像做任务的分配很明确，你的目标就是这个。那目前它的航向、它的速度，还有它的吨位的大小或者是一些特征，它会告诉这个执行任务的飞行员。任务飞行员一发射之后，他就接管，把这个信号去导引这个飞弹过去攻击那海上的目标。所以将来都是一种任务型的搭配，没有一架飞机。它要包山包海，什么都要去做执行。这样的话，让飞行变成单纯化、组合化，达到最大的作战效益。是好，我们看到整体来说，等于说这一次不管是海是空，解放军已经释出了各种的武器。不过现在外界其实也在做一个担心，就是因为有一些事情比较诡异。过去如果是做相关的演习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官方的媒体或官方或者是他们的媒体，可能都会释出一些消息，但是这一次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讲，大家才在猜说没有讲的话，其实感觉是更可怕的，是不是有可能有眼转战？零宣传的状况之下，这个类似过去太平洋的古巴飞弹危机，是否可能会真的到来呢？杨老师有怎么看？现在目前已经确定，还是至少有90艘以上的水面舰在整个黄海、东海的集结。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在11月7号高市早苗的发言之后所看到的这个情况。目前我觉得目前还是在集结跟演习的这个阶段，它会不会接下来采取一些真正的任务的行动，不确定。但是呢，可能有3种。第一种就是持续的一种集结演习，产生一种威慑。这个威慑效应当然就是告诉日本、美军，甚至台湾这边，那针对高市的发言，因为高市的发言他提到，就是台湾有事，就台海战争会影响到日本的存亡事态，所以呢，暗示的有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自卫队派兵，而且是跳过美日安保单干的这样子的一种可能性。那他到现在为止不愿意收回，所以呢，大陆这边也不做任何其他的宣示，就是做兵力的集结。他觉得可能你们这些决策者，你们这些保守右翼不太了解，实际上现在中国大陆的解放军的发展，还大概是停留在10-20年前对于解放军的认知。你看今年光是印巴空战到93阅兵这2个事件，其实就显现解放军的就是整个武器的这种精良跟作战能力。因此，他就用这种方式来去有一种威慑。第二种可能呢，那就是有攻击。那这个攻击我们不确定会不会真的产生。我等一下回来讨论。那第3个呢，那就是封锁。这个封锁一定是针对台湾，因为高市自己在去年的时候，他也曾经说台海封锁就会造成日本存亡积态，那你就来啊。不要忘记你还已经讲过了。所以我目前觉得现在在日本、韩国美军驻日美军，甚至我们台湾所有的军队。海防以及国安人员还有情报人员一定是待命的，而且非常的就是说密切会去观察，可能甚至每个小时要提供相关的这些情资
然后一段时间他立刻要做一些研析判断。而且目前军事层面判断这个比较是维持在威慑的这个效应上，但是你要做最坏的这种就是说打算，对，因此这样子的一些怎么打算呢？你当然可能要待命，可能要因应相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情况的出现。不过我个人觉得大陆这边目前没有其他的理由说这么快速的由演转战，但是呢，也要看日本这边的反应。那所以你看到这几天高市就开始不断的在退回原点做修正，可是大陆这边觉得你是这样在这个推脱，你在搪塞，没有真的这种就是诚意要去收回，以及面对这个问题，你讲错话，然后你事实上美国都不支持你，因为美国觉得，怎么你走了前面，要我来帮你收尾啊？对，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产生，川普还打电话给高市来去敲打。对，所以现在我觉得紧张的情势是很高了那让日本这边也了解到，自卫队这边一定都会每个小时不断的讯息到防卫省，防卫省到官邸，官邸到高市，告诉他现在大陆在那边90艘水面舰集结，你一定要谨言慎行。我觉得形势其实在日本的政界是非常紧绷的。好，观众朋友，今天持续来关心在中日的这一场争议钓鱼岛现在是战云密布了，中国大陆的海警机炮舰驱逐日船，等一下我们会持续的来关心，包括美国智库也开始做了一场新的兵推，等一下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今天3个火线话题，我们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第一个，我们来看到是北京对日现在是实施最后的军事通牒了吗？最新消息，4艘的中国海警机炮舰已经长达3个小时的时间，持续的压制日本的船只。钓鱼岛现状是否已经被改写了？日本还会继续的挑衅下去吗？第二点来关心的是来自于美国智库这边做的一个兵推有关于如果中国大陆侵台，那美日台如果一起加入战场的话，恐怕这边说会付出惨痛的代价。而另外一个数据也显示，就算今天日本是保持中立的态度，不介入战争当中，死伤人数恐怕高达4600多人。如果真的介入的话，伤亡人数有没有可能倍数爆冲呢？这是第二点，我们会来做关心的。最后我们来看到的是，那有关于其他国家的态度，不管是美国或者是欧洲的态度，针对于这场中日的冲突又是如何呢？来看到北京已经2度的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了，美国却是到至今完全的沉默。法国则是因为经济的考量的关系，现在态度导向中国。日本现在一头热，自己往前冲，高市会不会自己害了日本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解读。赶快来看到中日的这场对撞已经升级到武力冲突了吗？特别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的是在钓鱼岛的海域这边火光四射啊！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日本的瑞宝丸的号船这一艘船已经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的领海之后，中国这一次是完全不客气了，直接来做反制。2个动作，先来看到出动了4艘的海警船，还有全部呢都是搭载的这种重型的机炮，并且依法驱离，强势执法。刚刚提到了3个小时持续的压制日船，中国海警的发言人也最新特别提到了，他说钓鱼岛跟附近的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日方你必须要立即停止一切任何侵权挑衅的行为。反观日方的方面，只能现在是求于这些外媒来特别做报道，说中国大陆侵犯了领海。但是我们来看到实际的数据，中国海警今年已经29次了，持续的进入钓鱼岛的海域之内，而且是连续18天都是存在的。国际是这样做解读的，中国这一次对于日本已经不再只是一个示警了，是一种宣示一个新的状态。钓鱼岛，换句话说，中国认为是自己说了算，要日本别再做梦了。节目一开始特别来请教委员怎么看了？4艘中国的海警船机炮全部都架好了，现在是准备要武力来实收钓鱼岛的意思吗？未来中日海上摩擦会不会看起来往越来越频繁的方向来做发展？委员怎么看？对，我想钓鱼岛事件的发展到现在你只能说是日本政府活该就原本他说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现在台湾还没事呢，日本就先有事了。
那么这关键就在于高市早苗自己的失言风波。那么他迟迟到现在不愿意收回他当时错误的言论。可是对北京政府来说，很显然他们不会善了了啦。那么我曾经提过说，前一段时间我在这个上海，我看到了中国大陆几乎所有电视台每天晚上的这个夜间新闻的报道，先骂高市早苗20分钟，然后接着才报其他的新闻了。你要知道，当所有他的文宣机器都展开的时候，代表14亿的人只要打开电视看到的都是同样的内容。那你更不要讲在过去这几年哦，我想大概过去10年、15年吧。你到中国大陆去哦，你打开每一台的那个晚上的卫视的这些这个陆剧哦，大概有80%都在讲抗日，就是怎么样抗日，怎么在上海对付这个伪政权，怎么样对付日本的间谍，他讲的都是这个内容哎。所以其实中国大陆的人民对日本的这种国仇家恨是从来没有忘掉的。那再加上这一次这个北京政府又敲锣打鼓的这个拉高分贝、提高知识。在国内做这么大广泛的这个宣传哦，那当然你就激起了很强烈的民族主义啊。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今天这个高市早苗的失言风波没有讲个清楚、说个明白哦，分辨个是非的话，其实坦白讲，你北京政府怎么对内交代呢？所以你反过来说，当他敢对内采取这么大动作的来做文宣、来做诉求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打算这件事情。一定要给日本一次痛击，一定要叫日本想办法把这句话吞回来。那为什么呢？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骨牌效应嘛。就在这些年来，你看到西方国家、美国的这些盟友不断的在玩擦边球，不断的在做一些这个当时的什么2758号决议文的解释啊，台湾地位未定论，每一个国家都在干这件事情。你看到美国这些盟友都在玩这个把戏啊。所以其实坦白讲，对北京来说，他就是挑一个最欠揍的打一顿就对了。你说要去修理德国、修理法国，可能有点累，又有点远；打日本刚刚好，就在隔壁了。然后呢，这个打起来也是游刃有余哦。所以对北京来说，我觉得如果今天高市早苗不撤回他的错误发言的话，必然在这件事情上，北京是不会收手也不会善了的。那既然是如此，他要做什么呢？这就是北京政府厉害的地方了。他为什么挑钓鱼台？因为钓鱼台本来就有主权争议，就中日之间的钓鱼台争议，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介入，除了台湾。就钓鱼台本来就是这个中日台三方在争。那你说台湾跟中国，好歹在一个中国的架构下都是属于中国，所以你说这3组里头有2组是中国，所以对中国大陆对北京政府来讲，他现在去跟日本来谈一谈钓鱼台这件事情，他绝对在国际法上站得住脚。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也没有任何理由，没有任何的理由，因为这种主权之间的纷争，日本的北方三岛跟俄罗斯当时也有纷争啊，跟苏联都有所以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岛屿上的主权争议，其实在国际上，就算其他的国家想要介入，恐怕也很难。所以对北京政府来说，我认为在钓鱼台的主权这次的冲突上，他已经对日本做了极限施压了。这个极限施压就是说，你不收回这个言论，我就一步一步的进逼。你有种你就来打我，那我们到时候就看谁在这场冲突里头谁会吃大亏。那么他已经吃定了一个没有在美国背后帮他撑腰的日本，根本就是一颗麻糬啊，就是一颗软柿子。所以日本长期以来的狐假虎威，不就是因为仗着背后的老大哥吗？可是北京政府在这个时刻已经跟川普打过招呼了，所以你会看到美国在这一次的这个发言其实是很谨慎的，而且很低调的。那么甚至川普在第一时间打给高市早苗，我也不认为他不会提这件事情。那你就要看高市早苗愿不愿意在这件事情上退让了嘛。所以我觉得对高市早苗来讲，他当然极有可能是利用美国。大家外表看起来说他是为了配合美国演这出戏嘛，可是我现在看起来他极有可能是为了利用美国，因为呢他想要修宪，他想要放弃这个无核3原则，可是他必须要找个借口，所以他要借这件事情来完成他所谓的这个日本极右翼的使命哦。可是当美国老大哥不买单哦，美国老大哥没打算自己涉入这趟浑水当中的时候，那你就要看日本政府自己怎么收摊了。好，所以我们看到在日本这种大动作持续之下，北京现在等于是说可以看得出来是下了最后的冲跌。如果真的北京最后不忍了，不幸的发生了军事冲突，我们也来看到，其实呢，美国智库也做了相关的兵推，这个是来自于 CSIS 的兵推，在2023年跟今年分别有2份的兵推结果。我们先来看第一份兵推是在2023年写下的。
的。他说24次的模拟当中呢，美日台会有高达22次是成功可以击退中国大陆的，但是呢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付出惨烈的代价。那2025今年的兵推则是有26次的模拟，这边没有讲到说到底谁会赢哦。态度已经开始有一些不一样了，但是也有提到美日台仍然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但是台湾得承受被封锁。兵推也直接点名了，如果今天日本在这个当中是选择中立，而且不介入这场战争当中，只是借美军基地给美军作战的话，也会有4662人阵亡，但是没有提到说，如果今天日本真正的介入在这场战争当中，这个死伤人数有没有可能倍增？这个是完全没有提的。我们就来看，如果真的发生的话，日本真的介入的话，会不会死伤人数是好几倍？我们从这个 CSIS 报告也特别来看，是不是有美化这个数字的可能性？华球博士怎么看？好，我既然是来自中华战略及兵棋研究协会的研究员所以我要特别把兵推这个事情要界定清楚。兵推的话，就我们早年在军事方面的话，它是要具备一个兵棋台，兵棋台上面要布满所有的兵棋符号，然后呢，战斗地基线要画得非常清楚，然后呢，所有的道路都很清楚，兵力、火力部署都有一定的兵棋的符号在上面。但是我就这个 CSIS 这个来看这个它应该不严格讲应该不叫兵推，叫状况推演，就是就政治、经济、军事、心理这4个是美国克莱恩博士早年评估4大国力来评估，所以他这个应该严格讲应该叫政军经的状况推演，而不是我们真正军事的兵推，这第一个决定。那么他说日美台22次击退北京，我觉得因为我没有看到他的想定，真正的兵推是有想定的，我没有看到真正的想定，也没有看到他的作战计划，也没有看到情报官的情报的这个判断，所以要22次击退北京，我认为这个难度是非常的高。北京不是纸老虎。北京现在的国力、军事力量是全世界排名第2，仅次于美国，还在俄罗斯之前。那么，这是不是这个刻意的美化？其实以军事的状况来讲用美化这个词是比较一般的说法，应该叫做事实的战况的陈述。战况打到什么程度？这个战况是焦灼或者是崩毁？那么看起来，如果照 CSIS 这样讲说22次击退北京，那这个战况一定是非常的悲惨，甚至于不敢说是全歼，但至少是重大的伤害。我认为如果就军事来看，他连要转进的机会都没有，退却的话也很难。是不是要采取逐次抵抗？那也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既然是22次被击退，那么表示你的兵力火力受损的非常的严重，现场的作战指挥官应该没有能力继续指挥这个部队，而且呢，就这个状况判断，增援的部队来不及投入，增援部队就是预备队，预备队投入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叫做扭转战局。那看起来如果22次连续被击退，那可能这个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高。而且我补充一点其实因为在过去这段时间，我有特别关注 CSIS 的相关的一些内容他其实讲的就像刚才这个华秋哥讲的，他讲的很隐晦他其实从来没有把真实的状况讲清楚的。可是在这个隐晦里头，就包含很多外交辞令大家要注意2句外交辞令。第一次的2023年版本，他说要付出惨烈代价。对，这个惨烈代价有多惨烈呢？我曾经看过 CSIS 报告内容，其中有一次，美国要损失2个航空母舰战斗群被击沉在太平洋，然后要死伤几万人，然后台湾是一片焦土，整个台湾的这个陆军损失惨重那么这个他们叫做惨胜就是说好不容易打赢了。那这种情况，什么叫做惨烈代价？我要问的问题是，日本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美国要不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台湾有什么理由要付出这个惨烈代价？你看25年的版本讲的一样，26次他说要付出高昂代价，那这代价到底是什么好歹讲一下。你说台湾是一片焦土，然后我们赢了，那我们算赢吗？就台湾的一片焦土，然后我们把共军打退了，然后美国损失了一大堆航空母舰战斗群，日本被炸了几个岛，然后损失了阵亡了一堆人，有这个必要吗？这才是关键问题吧。
所以我觉得 CSIS 讲的那个兵推的结果，就像刚才华球哥讲的，他根本就是属于一个状况推演。对。可是在推演的过程当中，他又不愿意讲实话，因为讲了实话呢，可能自己打了自己的脸，所以他就用这种什么惨烈代价啦、高昂代价来一笔带过了。这种东西的结果是什么？我先不要讲美国跟日本要死多少人。这个东西的结果就是我们家的孩子，我们的子弟可能都要在战场上阵亡啊。好，一方面是来自于刚刚委员特别帮我们看到，来自于美国智库的兵推哦，这个如果真的打起来，死伤一定会很惨重。那另外一方面，所以我们现在来看看美国的态度，实际上的态度到底是什么？最新来看到，北京其实已经连续的2次了哦，把日本告上联合国，但是美国是一句话都没有替日本说，而且专家也做了分析，川普未来如果真的台海打起来，协防台湾的可能性是偏低的，直接戳破日本右翼政客的幻想。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另外一位哦，是现在正要去访中的马克宏，法国总统马克宏啊。现在大家也在看说，他可能会基于现实，因为要跟中国在这个贸易上面不要让它决裂哦，希望能够持续的出口法国的白兰地、猪肉、乳制品等等。所以在这个台湾地位上面，可能就会比较偏向这个中国不要挺日本了吗？那高市是不是一头热，自己害惨了日本呢？干哥怎么看？对啊，这就是马克宏也倒向北京哦，也就是国际上面啊压垮高市最后一根稻草。马克宏非常重要，为什么？因为法国老实讲一句是全世界第5大强国，最重要的是什么？核子威慑力。大家晓得，全世界只有5个国家具有核子威慑力，也就是中美英法俄啊。那法国在欧盟的地位啊，那不言自明。可是呢，马克宏他2年前他就说错话了。2年前呢，他去那个北京访问的时候，回来的时候，他在飞机上面跟记者讲什么呢？他说，觉得我们的政策不应该随着白宫这个打转不应该遵循白宫他们自我设限的那种政策。意思就是说什么？意思法国，我跟你讲，法国在美国眼里就是一个讨厌的盟邦，80年来都一样。对，从2次大战打完的时候，戴高乐就不愿意跟美国走在一起，他认为美国的利益是美国的利益，我们法国有我们自己法国利益啊，对不对？所以为什么干嘛跟人家走在一起呢？所以当时我跟你讲，法国的戴高乐就是美国外交政策上面讲不出来的，然后呢？不加入北约啊！你们都加入北约，我就不加入，干嘛？我有自己的核子能力啊，我干嘛要加入？所以其实法国是一个，美国真的很头痛了。我要到了川普执政他都会觉得说这个盟邦很头痛。虽然说他在乌克兰问题上面是支持我的，可是呢，他在对于中国的问题上面就不是这样，对不对？那马克宏坦白讲一句，纯粹的，他2023年他2手策略，一方面说我们跟美国不是同路，一方面他又要对中国的电动车征收那个关税。结果你知道那个时候最害怕的是什么？就是乳制品就是洛农，还有谁？还有那个洛农跟那个就是养猪的养猪协会，法国的养猪协会，光是猪肉干跟那个洛农的奶制品，我跟你讲，他们就吓死了。为什么？因为中国马上技术反制啊，这2个东西是不用进口了，不用进口的话，差点让人家给哭了。所以我跟你讲，在那个时候，他2手策略就是说，我要征收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那没关系，北京马上就回应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次马克宏到北京去做国事访问，乖很多，而且他会记住，不要再重蹈以前的覆辙，不要再讲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是你能讲的。我讲一句难听一点。法国的国力其实在1954年的法越法国跟越南之间的奠边府之役，活活打败之后，法国从此退出东南亚。东南亚没有你讲话的份儿。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你的国力从几十年前到现在，你也没有能力去过问东亚的事情。英国都已经退却了，那法国你还能够讲什么？所以马克宏他现在你会展现出说，你看看他到时候他跟习近平如果没有联合公报的话，记者也会试探说对于高市早苗这件事情的看法，马克宏一定会非常巧妙去避开这种问题。因为他不可能站在川普的那个立场，他也不会帮日本背书。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要保护自己的利益，
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认为高市早苗等到马克宏跟那个习近平他们的会谈结束返国之后，你就要知道说，各大国家你的主要的西欧盟邦都没有支持你的状况之下，高市早苗你是不是要再发一份比较正式的声明，向中国人民道歉？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持续的要来关心到是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政治的争议。我们持续要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7马赫反舰飞弹现在正式的亮相了，如何威慑整个西太平洋？等一下一起的来做关心。好，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要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先来看到是中国大陆这一家民企，它要量产的是7马赫的反舰飞弹。根据了解，反舰飞弹一旦成型的话，西太平洋的飞弹就会进入到了淡海的时代，包括了整个冲绳、西日本跟台海会全面的掉入火圈当中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件事情，我们今天会来关心的是北京另外启动的限日令，包括了滨崎步本来要举办的演唱会临时被砍咖了，现在被视为是羞辱性啊，中国对日本的羞辱性开到最大。第三件事情，今天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他一句话要中国大陆放下对日本的历史仇恨，惹怒了中国，新加坡因此被卷入在中日的战火当中。真的吗？黄循财是偏袒日本吗？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今天就这3个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注。中日之间的这一场政治间的战火，一路现在延烧，不断的狂烧到了军事，甚至到了国际舆论战了。先来看到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一间公司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民企凌空天行，正是在军事领域，他们推出了超音速的反舰飞弹。这一款飞弹叫做御空己1000。先来看到它的这些基本档案，因为它的基本档案是直接让周边国家背脊发凉。先来看到它的射程是达到了1300公里，速度7马赫，而它的造价根据了解是70万人民币，只有传统飞弹的1/10。最可怕的事情是，它已经完成可以做到量产，而且非常的便宜。另外，在官方发布的模拟画面中，多枚飞弹是直接锁定在日本的名古屋，还有东京周边等等的地区。尽管东京距离中国沿海1600公里，其实是已经超出了这个射程，但是根据了解，它还是足以覆盖日本多个地区，从这个美军的基地这边的冲绳，一直到九州4国，还有本州西部，根据了解都是可以做覆盖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请教舰长如何看了这个低价量产的这一款飞弹御空己1000会如何改变整个西太平洋的飞弹规则？这一款飞弹可以直接对准冲绳美军基地、西太还有台海，对他们的威胁到底有多大？甚至有办法威胁到东京吗？舰长怎么看？如果我们从它的一个公布的画面来看的话，其实它的准度是100%的哦，它直接的命中这个目标，而且他说，从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张图啊，从发射，那我是没有截这个它命中的图，那可是他他特别强调，从发射到命中这2张的过程啊，其实代表都是实际上拍摄的，而不是使用动画啊。那但是其实它最大的效果是，其实它是民间公司产生的，它不是一般我们所看到的中国大陆国企所产生的啊。那它其实有几个部分，以前我们都谈到这一种高超音速飞弹的话，其实它多半使用的是这种耐热的，无论是陶瓷或者是它的一个耐热的钢板啊。可是它这一次呢，我们讲到这个凌空天行，它用的是水泥，大家想都没想到，它用的是一个发泡的水泥的材质。那其实它这里也已经告诉我们说，它的也就是拦截的方式啊，到底是如何？也就是它到达了目标区之后，它会自动的打开 Seeker 那寻标器，然后来辨认目标。那也就是我们一般认为它攻击的应该是航空母舰，可是它如果这样讲的话，那代表不一定哦。它可能先攻击的是我们讲到的防空指挥舰，一旦防空指挥舰被瘫痪之后，其实航空母舰被命中的可能性更高。那另外，它的这个
CG 里面，它特别强调另外一件事，也就是它可以自动躲避这个威胁。也就是说，它是如何测得说这一个航空母舰打击群它的一个征收范围，这又是另外一个部分了。那它为什么可以造价只是过去这一些飞弹的1/10呢？因为它用的都不是我们一般所用的军规的商品，例如说他讲说，他使用汽车用的这些缆线来取代航天级的这个缆线。那另外呢，他使用工业的标准的一个料件，例如说各种的螺丝啊，然后来取代航天的这个部分啊。也就是如果我们来看到这个很类似的一个产品，像东风17啊。因为我们刚刚看到它前面就是一个乘波体的一个构型，那这是我们看到的东风17。那东风17它的射程可比这个远得多，也就是它的射程在1800公里到2500公里之间。那这一个也就是同样的，我们刚刚讲到的日本的各个的一个从北海道南到这个与那国，其实通通都是范围之内啊。是，而且，它为什么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一个御空级1000它会有如此的想象？也就是说，其实它采用了非常多这个军用的思维，但是不是军规的产品啊。那它在整个结束之后，它还有彩蛋啊，彩蛋就是刚刚主持人讲到的，也就是它其实暗示着它这款飞弹其实对于有关于冲绳、九州4国以及本州的部分呢，它是可以命中的。那这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当我们讲到盾很利的时候，那我们要想到矛的本身它的捍卫能力。那其实这个就是大家现在一直在讲有关于与那国岛的这个03型的这个中程防空飞弹。其实这个防空飞弹它的拦截的距离只有50公里啊。那拦截50公里的话，那这个是现在所使用的03式。可是实际上来讲，我们看到他们现在在西南诸岛用的已经不是原来那个03式的部分，而是有新的一个弹翼的结构。那这种弹翼的改变之后，可以使它的那个转向的半径更小，速度更快。这个也就是我们看到说日本要不断的在改进这些装备。那其实高市早苗就从这些装备里面，他觉得很有底气啊。但是我们讲到说这一种飞弹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拦截，无论是这个御空级1000，或者是东风17，或者是东风16，其实它都完全没有办法拦截。也就代表说，其实很多的政治人物他们都用断简残篇来进行判断，然后做政治的决策，反而将国家带到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地步。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在这一场中日的冲突之下，不管是来自于大陆的东风系列的武器，或者是御空级1000，接下来会针对于日本或者对于台海的威胁，其实这一场争议还另外威胁到现在已经整个外溢到不管是军事领域，甚至是在文化商业领域，有几个大型规模的这个文化的商演已经决定要暂停。我们先来看到对于日本的冲击又有哪些，包括了滨崎步在上海的演唱会开场的前一天临时取消，另外还有大龟真希的活动也终止了，面包超人还有美少女战士等等见面会、音乐剧等等全部取消，被形容是比当年韩国他部署这个萨德飞弹系统引发的限韩令还要更狠、更突然，而且具有这个羞辱性。杨老师怎么看对于日本接下来娱乐产业的威胁？我倒不会说是羞辱性，我觉得比较正确的形容应该是针对性啊。那他当然，如果日方感觉到羞辱性，这也是可能附带的效果。可是它主要是针对，也就是高市早苗的发言。那中国大陆这边要采取一些抵制、反制，啊，甚至接下来会不会有更进一步的外交跟经济上的制裁，我们不知道。目前你看到他的民调，最新的民调啊，其实这就是在我们台湾经历过嘛，你搞那个抗中保台，你民调就会高，因为都是民粹化了，那你尤其你在日本现在搞抗中保日，那就是这个概念，
抗中保日里面呢，其实已经没有台湾有事的这个概念了。台湾朋友先不要高兴，因为在整个现在这个叙事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只是一种论述，但是高市把所谓的台海有事影响日本国家安全，叫做存亡危机事态，那作为一个连结，而且把它直接讲出来，而且不愿意撤回。虽然在美国川普的敲打之下，他有一点修正，退回原点，但是大家知道嘛，老大哥讲话你总是要去呼应他，可是老大哥没有叫我们撤回，因此他就坚持不撤回。这种抗中保日的这种情绪其实在日本发酵，我必须要讲最新的日本经济新闻跟东京电视台，那他们都算是不是比较中间的就是这个媒体立场上没有说偏左偏右。高市现在支持率75%，这已经不是什么小权支持率了，它已经突破小权天花板了。那也问到了有关于台湾有事，日本行使集体自卫权，其实就很清楚啊。集体自卫权的意思就是说，日本可以出兵，支持的认为这个言论合适的55%，不合适的30%。现阶段目前是这样子，但我觉得大概已经来到这个最高点，那接下来会往下掉。接下来你看到的中日之间的冲突，跟经济上的压力，跟后续它的政策上的问题，就会开始出现这个民调的这个影响。那中国大陆这边现在我看到的数据现在到年底就12月份，大概从中国大陆前往日本的班机总共是5548班其实非常多，已经取消了904班所以将近20%被取消，还是有80%维持的。所以中国大陆也不是全面性的抵制。那像是旅游比较大的影响的这些都市就取消。那因为这904班里面，其实大部分前往大阪、东京，所以大阪这边大概团客取消掉50%，这会有冲击。如果持续下去，真的会有冲击。也就是说，日本人可以说你不来，别人可以来，但是这个影响还是会出现的。尤其后面的消费，那差别更大。所以就是你现在看到，你用外交还是经济上的，还是要用民间的。那我觉得滨崎步他这个没有观众表演到位，这个其实大陆不管是我觉得北京方面跟大陆各方面都看到了。也就会尊敬说有一些日本艺人的这个敬业度，以及很多的日本人，像石破茂，从头到尾每天都在批高市，所以还是有相当多日本人是看得懂，看得清，那也不希望说中日之间走向一直的这种冲突，所以最后就回到高市了。那高市他会不会退？我觉得短时间他不会撤回这个发言，但是不要忘记，明年一整年中美关系会是比较稳定。所以呢，日本可能最后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要不然来自于美国压力，要不然就高市面对到中日之间的民间或经济上的压力，他最后我觉得还是会有一个动作出来。是好，一方面高市接下来可能会面对来自于美国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刚刚说，虽然说现在中国大陆限日令等等会有一些经济上面的冲突，看起来不是太大，但是接下来恐怕对于日本本来 GDP 成长就已经比较小，可能会陷入负成长，是否又对高市带来另外一波的压力？这个我们要持续的来做观察。不过另外就是有比较奇怪的事情是，大家现在在看，就是说新加坡，政治上过去立场不是都一向比较中立吗？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出这些话？因为新加坡的总理黄循财在近期他在这个蓬勃创新的经济论坛谈到中日关系，他竟然说呢，他说我们已经放下了历史并向前走，东南亚国家已经跟日本可以做到这一点了。虽然说花了一些时间，希望中日你们也能够找到方法前进。这一番话似乎暗示中国还是你自己得放下历史成见。话一出引发了大陆网友非常的不满，有人形容他好像是吃了苍蝇一样恶心的强烈反感的感受，批评黄循财根本偏袒日方。另外有一篇文章，这个叫做《新加坡为何敢干涉中日的争端》，直接就登上了中国大陆的网站的热搜。那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海峡时报》就帮黄循财做澄清，他说是部分香港媒体故意的曲解，刻意操弄情绪，真的是这样吗？黄循财是否真的偏袒日本，还是被香港媒体给误解了呢？委员怎么解读？我觉得是大陆的媒体偏袒黄循财。到现在为止，大陆的媒体、大陆的官方
没有一句话说黄循财，提都不提，反而是大陆的民间跟网民对于黄循财大加痛批。其实这新闻第一个时间出来的话，我就在媒体上大力批判他。为什么？就是不长眼睛，叫做白目，叫脑筋短路。这个话当然很难听啊！哦，一国总理被我说成这样子，我来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样批判他哈。你说忘记2次大战的历史，然后这个要新加坡跟日本往前走，那好啊，新加坡14岁孩子念的中学教科书、历史教科书里面写得清清楚楚，2次大战1942年，日本占领新加坡，占领到1945年，短短的3年内干了什么事儿？教科书写得一清二楚。那你黄循财把这个教科取消啊？那个教科书不像台湾教科书哦，提都不提啊，写得很详细。循财兄，我念给你听。第一个叫肃清大屠杀，他把所有的当时新加坡人口只有50万人，注意到不是现在的人口，当时只有50万人，把所有的男人集中，他们叫检疫，一个个检查，来判断你是不是抗日分子。只要是抗日分子，就送去海边马上枪杀。总共杀了多少人？有人估计4万人，有人估计5万人。换句话说，我们抓个平均数4.5万人，好不好？就等于杀到新加坡1/10的人口而且全部是男人这个在你新加坡的教科书里面自己写得一清二楚啊。第二个，不只是如此啊，在新加坡大幅度的实施性暴力，包括强制慰安妇，包括冲进最有名的这个新加坡医院叫亚历山大医院，看到所有的伤患，只要认为是在战争中或冲突中受伤，全部枪杀，不管他是平民或者是军人。然后呢，所有的女医师、护士全部轮奸丢到马路上去。当然，轮奸这一段是历史上写的，《东京审判书》里面有写，新加坡教科书没有写。那你要忘掉过去，你们新加坡整天在教你们孩子这干什么？而且你还把它当作新加坡立国的最重要的故事。说为什么新加坡要立国？为什么新加坡要有军队？那你今天在讲什么？第二个，中国大陆有因为南京大屠杀、卢沟桥事变、淞沪会战、长江会战、太行山这个游击战，把它拿来当理由，所以禁止滨崎步演出吗？或者禁止日本水产进口吗？禁止日本牛肉进口吗？没有啊！你看，南京大屠杀照常纪念，寿司照常吃，92阅兵、93阅兵纪念什么？纪念所谓的反法西斯以及抗日战争胜利，什么80几周年？请问你，北京有叫大家去抵制什么日本餐厅啊？抵制日本旅游吗？没有啊！93大阅兵结束了以后，还不一堆人跑到日本去玩？10月黄金假期还不一堆人跑去玩？中国大陆没有把这个事情连在一起啊！中国大陆跟你们新加坡一样啊，就搁置不提嘛，正常交往嘛，可是现在中国大陆对于日本愤怒在哪里？你黄循财根本没有搞清楚，这跟过去的历史是毫无关系的。因为很简单嘛，中国大陆说我要收回台湾，台湾是根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今天刚好开罗宣言的80几周年，是这个我要收回，和平统一或者武力统一，你日本要插一手你日本战败国把土地还回来给我以后，你现在要插一手那你还在与那国岛、石垣岛，还叫你的防卫大臣去那边看看你们的武力设施，那边装的导弹可以打到什么地方？可以打到上海。请问你什么意思？中国人不愤怒吗？你说你要介入什么存立危机事态？什么叫存立危机事态？第一个，只要宣布存立危机事态，日本所有的防空反舰导弹全部启动。第二个，它的神盾舰在横须贺、在佐世保的神盾舰跟驱逐舰全部出海，进入战斗状态。它的反潜机立刻在台湾海峡、在巴士海峡、在宫古海峡、在西太平洋布下反潜线。最后一个封锁宫古海峡跟巴士海峡。
请问你，这是你们自己写的啊？我没有冤枉你哦。存立危机事态，日本自卫队要干这个事情啊。那中国会怎么想？你该还我的东西，现在不还我还要插手啊？那是准备2次大战还没结束的样子嘛？是啊，所以敌国条款就出来了，联合国敌国条款就写这些事情啊。你战败国该履行的东西你不履行，我就有权利打你啊。那更扯的，其实我觉得中国反应还蛮温和的。你看这2天中国已经没有什么太大，高市长嘛只稍微退了一点点，中国那个反日气氛就开始下降了。我一点都不冤枉中国大陆啊！你们日本把中国大陆逼到墙角，什么逼到墙角？你不是还在韩国啊？高市长们还跟习近平讲，我们要战略互惠。你用这种方式战略互惠啊？那你不是整整打习近平跟中国一个大耳光吗？都还要解释吗？那你黄启仁讲什么？你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你搞不清楚状况，堂堂一个新加坡总理，新加坡总理给人家的印象中非常精明，处理问题啊，像这个快刀斩乱麻，都很精准。你完全搞错了问题啊！那你新加坡《海峡时报》那当然是新加坡政府控制的报纸嘛。你说批评香港，港媒批评你或者台湾我们这几个人批评你也不会伤到1毛。你现在还不承认错误，还叫《海峡时报》出来洗地，那当然香港的媒体更愤怒。可是大陆的媒体静悄悄的，静悄悄的。哎，大陆你好人不要做那样地步好不好？